龟背竹，说来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或者见多不怪了。它作为一个普通观叶植物，倒是一直波澜不惊，从我们小时候一直生长到了今天。只不过从爷爷奶奶家的破洞叶子，一跃成为网红家居装点必备之物。说回来，这中文名也算是惟妙惟肖，种一棵在家里还能带点长寿的意味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本期视频我们分享一下龟背竹的养护。龟背竹养活容易，养好难。注意以下5点，你也能养出 ins 风网红龟背竹。1、土壤与换盆。龟背竹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，通常可直接将其种植到田园土中，但它比较喜欢疏松保水性强的土壤。龟背竹的根须比较发达，吸水量也特别的强，它不仅需要土壤及时的提供水分，还要及时的提供养分，使植株叶片生长得更有光泽，促使龟背竹生长的健壮。通常情况下，可用田园土、腐叶土或泥炭土做龟背竹养殖的主要基质。这3种基质中可适量的添加粗沙、树叶、黄土、窝煤灰等物质，也可以添加鸡粪、丙肥、氮磷钾复合肥等做基肥。龟背竹属于喜酸花卉，如盆土碱性化严重的话，会出现叶片发黄、长势不佳等现象，所以我们平时养护它的时候，还要适当给它补充一点酸水，以平衡土壤酸碱性，预防土壤板结，改善植株因碱性化严重引起的黄叶病等。一般情况下，每10至15天给它浇一次酸水即可。关于酸水，我们可自行制作。第一种方法是，花友们可以准备一个苹果，然后把它切碎装到塑料瓶子里，盖上盖，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，7天左右就能制成一种苹果酸性水。另一种更简单，只需要取一个西红柿，把它切碎，装到塑料瓶子里，然后加入一些清水，盖上盖放上7天左右，就能成为一种酸水。关于换盆，因为龟背竹生长迅速，建议每年换一次盆，这样能为植株生长提供充足的空间。换盆最好在每年3至4月间进行。长期不换土容易导致土壤结块，土壤结块之后，水分和肥料的吸收能力都会大大下降，不利于龟背竹的开背。2、温度及光照。龟背竹是耐阴的观叶植物，一般来说可以长期放在室内养护，但要注意的是，到了春夏秋季的生长期，最好放置在有散射光的通风处，以接受室外的空气和微弱的光照。尤其在夏秋的生长旺期，如果仍放置在室内不通风、几乎完全阴蔽的地方，则容易因为光照不足，出现叶色暗淡无光、枝叶细弱、不爱开背等现象。所以适宜的光照对龟背竹的生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早春的光线也比较柔和，不存在强光暴晒灼伤叶片的现象，所以这个时候可将其摆放于室内光线明亮的地方，尽量让它多多晒太阳。如果是在夏天要遮阴，不过如果本来就养在室内的，就无需太担心晒伤。另外，冬天北方家庭切记不可将其放在暖气旁边，也不可以放在室外。龟背竹最佳生长温度为20至25度，15摄氏度停止生长，越冬温度不可低于5摄氏度。3、扦插。养殖龟背竹比较适合进行扦插的时间是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，因为此时进行扦插的话，温度最适合，成活率会比较高。一般秋季之后可以长出来新的叶子，正常养护的话，第2年可以长成新的植株。龟背竹的扦插方法，首先选择一株生长特别繁茂的龟背竹，然后挑选气根比较多的枝茎剪下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剪下来的枝茎需要有一些茎节，而且上面还要有一些气根，不能将龟背竹的叶子弄伤，然后将枝条剪成均匀的小段。其次，将处理好的小段斜着插入到准备好的土壤之中，气根需要完全埋入土中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插穗上的茎节需要与土壤的表面齐平，这样才更有利于根系的生长。完成扦插之后，还需要适当的浇水，并保持土壤的湿润。
最后，将扦插后的枝条放在半阴且通风的环境之中，这样1个月左右，插穗就会长出新根，而且在枝条的茎节上还会长出新的枝条来。为了让龟背竹生长更为迅速，还需要经常往叶片上洒一些水，这样能让植株生长更健壮。温馨提示：龟背竹扦插的关键就是要带有气生根，这样更容易成活。如果是秋季扦插，要注意在室内进行，并且需要在冬季的时候防止冻害。龟背竹也可以水培，想尝试水培的话，具体方法如下。首先，在水培龟背竹时，需选用小型的土培植株，将龟背竹从土中取出，洗净根部，注意不要伤到根系。接着将龟背竹周围的须根都剪掉，中间的不要剪，并用稀释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龟背竹10分钟左右。取注入清水的玻璃容器，将2/3龟背竹根部浸入水中，剩下的根部暴露在空气中。大约每周换水1次，直到龟背竹根部长出水生根，则水培龟背竹就成功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龟背竹水培一般是在每年的春秋季，水培时可使用一个大点的透明玻璃容器，口要大一点。在水培的过程中要注意换水，尤其是天特别热的时候，要是温度在30度，每隔3天就要换次水；28度的话，可以每个星期换次水。等到新根长出来后，就可以上盆了。种植龟背竹时，所用的土壤要以腐叶土为主，花盆要尽量选大点的，这样更利于龟背竹生长。之后每隔7天施一次稀薄的叶肥即可。4. 水分。龟背竹非常喜欢水，特别是在生长旺盛期，需水量极大，最好每天浇1次水。如果是在夏天，1天2次，它也可以承受。如果想要促进叶片开背的话，你还可以在叶片上多喷点水，增加叶片的水分。浇水整体上要遵循渐干渐湿的原则。夏季，成株龟背竹蒸腾作用较强，是借指干湿情况及时浇水，视空气湿度环境向叶片喷水。冬季则降低浇水频率，若是北方室内，则应经常向叶片喷水以保持湿度。龟背竹喜湿润，但也怕水涝，尤其是在低温的环境下，如果浇水过于频繁，不仅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现象，还可能会引起冻伤，所以早春养护它，浇水不宜过多，保持盆土微润不干即可，忌盆内长期积水，并且早春给它浇水，尽量在晴天上午进行，水温尽量与室温保持一致，以免温差过大刺激植株的根系。最好半个月给龟背竹浇1次淘米水，你会发现几次以后，龟背竹的叶子就能绿得直滴油了。淘米水一定要经过发酵，我们把淘米水装进塑料瓶内，不要拧紧瓶盖，在阴凉处放上1个月，就发酵完成了。装点果皮进去又是一个高效化肥，一举多得。5. 施肥。想要龟背竹开背，肥料十分重要。这就像补习班和学校上课一样，学校的课每天都要上，但是如果想要让你的龟背竹除了茁壮成长外多点技能的话，课外班一定要安排上。想要龟背竹开背的话，最好每半个月施1次丙肥水，浓度要低，高浓度的肥料容易烧根，最后就得不偿失啦。也可以每隔2个月左右，给花盆中撒上一些速效复合肥或者发酵充分的羊粪、鸡粪，能够加快龟背竹长出新叶片。以上就是龟背竹养护的注意事项了。有了专业知识，是不是对养护龟背竹更有信心了呢？现在就可以去购入一盆龟背竹自己养养试试看了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心得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也可以来我的社区，社区内也会分享一些养花的小技巧，以及家庭种植的小妙招。感谢你利用宝贵时间观看我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